如果你正在观看这个视频，并且指望在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里找到一个让你下周就能换辆跑车的代码，或者一个让你明天就能辞职的暴富秘籍，那我建议你现在就关掉。真的，别浪费你的时间，也别浪费我的时间。你要找的东西在赌场，在彩票站，在那些只会向你兜售焦虑和谎言的骗子手里，唯独不在我这里。人人都想快点变富，这似乎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一种集体性的精神躁狂。你看看你身边，大多数人的财务生活之所以是一场灾难，根源从来不是因为他们笨，也不是因为他们懒，根源在于他们太急了，他们迫切地想要在还没有付出代价之前，就先拿到结果。这种心态恰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陷阱。我活了将近1个世纪，见过这个愚蠢的循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1920年代，人们觉得股市是一台永远不会停歇的印钞机，擦鞋童都在向华尔街的大亨推荐股票。1990年代，人们以为只要一家公司名字里带个互联网，它就不需要盈利，只会永远上涨。2008年，人们坚信房价永远不会跌，哪怕是流浪汉也能借钱买这辈子都住不起的大房子，这简直是疯了。每一次，人们都以为这次不一样，但每一次结局都一模一样。只有傻瓜才会被那种只要按下按钮就能喷出金币的幻想所迷惑，去赌场赌一把，买张彩票，追逐那些热门的你根本看不懂的股票，或者把你的杠杆加到极限去博取最后一点铜板。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同一种病，试图绕过自然规律。在物理学里，你必须先做功，能量才会转化；在生物学里，你必须先播种、浇水，等待漫长的季节更替，庄稼才会成熟。怎么到了赚钱这件事上，你们就觉得可以违反物理学和生物学了呢？变富从来不靠天才，我和沃伦·巴菲特都不是天才。如果你去测智商，比我们高的人多的是。我们之所以能赢，是因为我们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始终致力于做一件事，避免犯傻。而犯傻往往披着紧急的外衣，当所有人都急着行动，急着买卖，急着对每一条新闻做出反应时，我们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我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那时候的苦难，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我亲眼看着无数家庭倾家荡产，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在好时候冒了太大的风险，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等潮水退去，他们才发现自己光着身子。那段记忆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心里，塑造了我一生的投资哲学。永远别指望好日子会一直持续，要假设坏情况一定会来，并提前做好准备。光有这种心态，你就已经比90%的人更容易变富。因为当灾难降临时，别人在被迫迈出底裤求生，而你手里握着现金，准备弯腰捡起那些被恐慌抛售的钻石。我和巴菲特一起一点一滴地搭建伯克希尔哈撒韦，我们就像2个泥瓦匠，一笔交易接着一笔交易，一块砖接着一块砖地堆。没有烟花，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天才操作，只有日复一日的耐心。但那种耐心大多数人受不了，他们觉得无聊，想刺激。你去拉斯维加斯好了，想致富你就得学会拥抱无聊。可现实是，没人愿意听这些，大家都想要捷径。可在财富这件事上，所谓的捷径往往会让你绕更远的路，还伴着更多的痛苦。这就像那些试图通过吸毒来获得快乐的人，他们确实走了捷径，
但终点是毁灭。我见过富人破产，就因为他们坐不住，也见过普通人慢慢变富，靠的只是持续储蓄，长期持有优质的生意。差距不在智商，在心态。这就是悖论。最快变富的方法就是别急着变富。我从没计划成为亿万富翁。真的，我年轻时的梦想仅仅是独立。我不想受制于人，我想做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我只是比别人更长久地保持理性。我不嫉妒，不负债，不折腾，然后让复利替我干活。听起来很枯燥，很好，枯燥才安全，枯燥才能活下来。最后能真正变富的，往往都是那些能忍得住枯燥的人。大众永远学不会这件事，因为他们被情绪驱动，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但你或许能学会，只要你现在开始明白，慢慢变富才是唯一能让你一辈子富下去的方式。在人生所有能毁掉自己的方式里，嫉妒是最蠢的一种。我一直把它叫做最愚蠢的罪，到现在我都这么认为。你们去读读那些古老的宗教经典，七宗罪里，其他的罪过哪怕是错误的，至少还能给你带来一点当下的快感。色欲还能带来点肉体上的快乐，贪吃还能让你吃顿好饭，享受美食在舌尖上的滋味。愤怒甚至能让你肾上腺素飙升，让你感觉自己充满力量，甚至能让你行动起来去解决问题。可嫉妒呢？你想想看，嫉妒能给你带来什么？它什么都不给你，只剩下痛苦。它就像是你自己喝下毒药，然后指望别人死掉。这是一种100%的负面情绪，是一种对自己灵魂的腐蚀。我从小就看到太多人被嫉妒一点点吞噬，他们总是盯着邻居的新车，或者哪个走运的表亲在生意上赚了大钱，然后就开始郁闷，开始愤世嫉俗。他们不想着怎么改善自己的处境，反而一门心思地盯着别人，恨不得别人倒霉。这不仅不理智，还特别有害。巴菲特有句话说得特别准，驱动世界的不是贪婪，而是嫉妒。他说得太对了，贪婪只是想要更多，而嫉妒是想要比别人更多。嫉妒是市场上最大的愚蠢引擎。人们为什么去买自己根本不懂的股票？不是因为他们研究了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不是因为他们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邻居那个脑子还没他好使的家伙靠这只股票赚钱了，换了一辆大奔驰。他们受不了这个，他们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他们怕自己被甩在后面。这种心理有个学名，叫被剥夺性超级反应综合症，但这其实就是伪装成理智的嫉妒。我经历过太多泡沫，每次都一个样。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股票让一堆普通人纸面上成了百万富翁。那时候连出租车司机都能给你推荐3个代码，还会嘲笑你如果不买就是个老顽固。那些末入场的人，即使是理性的，也会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是个傻子。那种看着傻瓜赚钱比自己亏钱还难受的感觉，就是嫉妒在作祟。等泡沫破了，那些被嫉妒驱动的投机者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那根本不是凭本事赚来的，那是凭运气借来的，而市场迟早会连本带利地收回去。嫉妒的解药其实很简单，别玩别人的游戏，玩你自己的。如果你总拿自己和别人比，无论你多有钱，都不会觉得自己富有。我从来不在乎巴菲特赚的比我多，当然他赚的更多，他是沃伦·巴菲特嘛。但那又怎样？我赚的钱已经够我用了，够我给家里人提供很好的生活，够我做我想做的事。我生活不错，睡得香，
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如果我因为巴菲特比我有钱就整天郁郁寡欢，那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有人说嫉妒是人性，是刻在基因里的，因为在原始社会，如果别的猴子抢占了更多的资源，你就得饿死。也许吧，这确实是进化的残留，但如果你不刷牙，牙齿烂掉早死也算人性，难道你就不刷牙了吗？文明的意义就是用理性去克服那些原始的冲动。聪明的做法是学会对抗自己脑子里那点天生的蠢。当你感觉到嫉妒的小火苗冒出来的时候，你要像踩灭烟头一样把它踩灭。说到底，嫉妒其实是对复利原理的无知。如果你能花30年稳稳地让财富复利增长，不用50%，也不用100%，哪怕是10%、15%，只要时间够长，你就能成为极其富有的人。你根本不用在意隔壁那人怎么折腾，不管他是通过炒币一夜暴富，还是通过高杠杆买楼发了财，你的结果一定不错，甚至会非常好。所以听我一句劝，下次嫉妒在你耳边低语时，让他闭嘴，提醒自己，你打的是一场长久战。记住，嫉妒从没让任何人变富。我见过嫉妒毁掉名声，搞垮合作关系，让聪明人干出蠢事，但我从没见过嫉妒能带来幸福，一次都没有。别上当，要理性，要耐心，哪怕看起来无聊，让那些被嫉妒折磨的人自己去发疯，让他们在追逐别人影子的过程中耗尽精力，这就是你能拥有的最大优势。我犯过不少错，别被亿万富翁这个头衔骗了，以为我就能点石成金，我其实本可以更富。我最蠢的错误之一，就是太久坚持烟蒂投资法。那是我的导师格雷厄姆教的一种方法。那种做法是买一些烂到不行的公司，只因为它们极其便宜。就像你走在大街上，看到地上有一根被人丢弃的湿漉漉的烟蒂，虽然很恶心，但只要你不花钱捡起来，也许还能免费抽最后一口。在他那个年代，也就是大萧条刚结束的时候，这确实有用。只要买得够便宜，哪怕公司倒闭清算，你也能赚点钱。但从长远来看，那是一种糟透了的生活方式。你永远都在和烂公司、烂管理层、烂前景打交道。你就像是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虽然饿不死，但也吃不好，而且还得忍受一身臭气。巴菲特和我在这上面浪费了好几年。我们买过纺织厂、风车制造厂、百货公司，各种各样的烂企业，什么都有。理论上看着挺聪明，算盘打得啪啪响，现实却总是狠狠打脸。就拿伯克希尔哈撒韦来说吧，巴菲特当年买它，只是因为觉得它便宜。这原本是一个快要倒闭的新英格兰纺织厂，设备陈旧，由于国外的竞争，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我们那时候本该掉头走人，把钱投到更有前途的地方，结果呢，它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我们花了几十年，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伯克希尔从一个烂纺织厂转型成今天这个福利机器。那次错误，光是机会成本，就让我们少赚了几百亿美元。这个教训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啊，不是奖励聪明的人，而是奖励自律的人。要有自律，敢承认一个策略不再有效；要有自律，当自己掉进坑里时，知道该停手。我后来才明白，买一家好公司的股票，就算价格一般，也比买一家普通公司的便宜股票要聪明得多。这个转变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从翻垃圾桶捡便宜货，进化到寻找皇冠上的明珠。
我们开始拥有可口可乐、喜诗糖果，以及那些年复一年都在印钞、拥有强大品牌护城河的生意。当然，这课的学费一点都不便宜，但这就是学习的过程。大多数人没意识到，错误也是会复利的。你要是死抱着一个愚蠢的想法不放，最后只会越亏越多。想要致富并守住财富，别光研究成功，还得研究失败，尤其是你自己的失败，那是唯一能让你不再犯同样蠢错的办法。你不可能事事都对，没人能做到，但你不用天才也能赢。只要别一遍又一遍地犯那些浪费钱、浪费时间的错。我看到当今最大的问题是过度自信，这是一种认知瘟疫。人人都以为自己懂得比实际多，在生活里这很危险，在投资里这简直是致命的。人们对股票、政治、健康动不动就下结论。他们看了一篇网上的文章，就觉得自己是宏观经济专家，听了一个小道消息，就觉得自己掌握了内幕，可他们其实一知半解。一旦形成观点，就像捍卫信仰一样护着它，容不得别人反驳。懂得越少，嗓门越大。我这一辈子都在试着反其道而行。我想知道自己知识的边界在哪儿，那个界限就是安全的起点。我不知道的事，我就说我不知道。这句话可能帮我省下的钱比任何一只股票都多。我不知道这几个字在投资界是黄金，但在充满吹牛大王的华尔街，很少有人敢说。想想2008年房市泡沫前那阵狂热，人人都觉得房价只会涨。那些对信用风险一无所知的人，靠借钱去买第二、第三套房。为什么？因为他们盲目自信，他们以为自己看透了规律，以为自己比市场更聪明。当现实来临，他们全都被碾碎。解决办法只有一个：谦逊。不是那种假装谦虚，心里还觉得自己是天才的假谦逊，而是真正的理智诚实。要能接受自己的无知，不乱闯进自己不了解的领域。这就是所谓的能力圈。这个圈子有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清不清楚这个圈子的边缘在哪里。我从不投资那些复杂的科技公司，或者是那些我看不懂的生物医药公司，不是因为讨厌科技，而是我对它没那么懂，没法像我懂消费品或保险那样深。我不只是知道它们，我还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死，知道他们的弱点在哪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就不碰。我不需要假装什么都懂，只要在自己的能力圈里懂得够多就行。但大多数人做不到这种自律，他们总想相信自己比实际聪明，于是被投机、潮流、瞎炒作牵着鼻子走。讽刺的是，能在长期里活下来的往往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人。我说过，这条路从来就不该是轻松的。任何觉得这很容易的人都是傻子。聪明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待在自己的能力圈里，别装懂，别骗自己，别让自我主导决定。人生能走得远，靠的不是多聪明，而是少犯那些因为过度自信而造成的蠢错误。这意味着要学会忍住嘴，下注要简单，别去抢风头。因为很多看起来聪明绝顶的操作，其实只是风险在等着爆炸。能记住这一点，你就能比大多数人活得更久。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是职业主义者，他们拼命往上爬，修简历，追头衔，在公司政治里勾心斗角。如果你只想要一份安稳工资，这没问题。但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财富，你得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相：靠出卖时间，你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我年轻时当律师，
按小时收费，那是最摧毁灵魂的赚钱方式。你只有不停地干才能吃饭，你的手一停，收入就停了，你就哪怕生病了，躺在床上，心里还在算计着这几小时损失了多少钱。那是一台永远不会停的跑步机。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不想一辈子靠卖时间过活。时间是唯一不能复利的东西，它只会消失，一秒接着一秒，永不回头。钱能复利，知识能复利，但时间不行，所以我转变了。我不再只关注怎么提高我的时薪，我开始专注于拥有什么？拥有股权，拥有合伙份额，拥有生意，拥有那些能自己成长的东西，不需要我拼命去换的东西。这个决定改变了一切，巴菲特也是这么看的。所以我们更喜欢直接拥有公司，或者至少持有很大一部分股份。当你是老板，早上醒来不会想着老板喜不喜欢你，不会担心同事是不是在背后捅刀子，而是清楚，只要公司业绩好，你就赢。在一家公司工作和拥有一家公司完全不是一回事。员工拿的是时间的钱，老板拿的是成果的钱，有时是一辈子的钱。职业主义者常常自欺，他们以为头衔和晋升代表安全，可一旦他们停下来，或公司不再需要他们，游戏就结束了。那不叫财富，那叫依赖。而所有权就不同，一个好公司，即使你不在办公室，也会持续赚钱。喜事糖果每个圣诞都在卖巧克力，可口可乐每天都在全世界卖糖水，波音公司的飞机每天都在天上飞。我们什么都不用做，这些系统就在自动运转，为我们创造价值。这就是所有权的美妙。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寻找那些具有护城河的生意，因为这种生意即使是一个白痴去管理，也能赚钱。当然，如果有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更好，但生意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容错率。我不是说每个人明天都该辞职，那是不负责任的建议。但如果有选择，尽量往拥有那边靠，拿股权，不要只图多一点工资。哪怕是在小公司，只要它有前途，哪怕只是一小部分，那也是属于你的资产。同时，你要学会极度的省钱，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投到这种资产里，直到你能拥有一部分在你睡觉时也能赚钱的东西。那才是财富能延续下去的真正方式。可惜的是，学校从来不教这些，他们只教你怎么当个好员工，怎么做一颗听话的、精密的、随时可以被替换的小齿轮。多数人从不质疑这一点，但你没必要那样活。就算你现在还不是老板，只要你能像老板那样思考，你就会开始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你不会再浪费公司的资源，因为你会想，如果这是我的钱，我会这么花吗？你会更关注长期稳健，而不是为了短期指标去造假或透支未来。光是这种心态就能彻底改变你的人生。因为这个世界不需要更多只会写报告、只会推卸责任的职业精英，它需要更多愿意承担责任、敢冒风险，并且真正去拥有的人。那才是杠杆的岛，那才是福利的岛，那才是自由的岛。所以问问你自己，你是在爬别人的梯子，还是在盖自己的房子？诚实的回答，然后照着去做。别等到60岁了才发现梯子架错了墙。如果要我给年轻人一个最重要的思维模型，那一定是反向思考。总是反过来想，大多数人总是在问，我怎么才能成功？我怎么才能幸福？我怎么才能变富？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通往成功的路有千万条，
每一条都充满了变量。但我可以非常确定地告诉你，怎么才能过上悲惨的一生。如果你避开了这些，你剩下的就是大概率的成功和幸福。这叫否定法。在数学里，反证法往往比直接证明更有效，在生活里也是一样。那么如何确保自己过上悲惨的生活呢？我有几个必杀技，如果你照做，保证你痛苦万分。第一，要反复无常，不要履行你的承诺，不要按时完成任务，做人做事都要随心所欲。如果你这么做，很快就没有人愿意信任你。在这个世界上，可靠性是比智商更重要的品质。如果你不可靠，你的所有优点都等于零。第二，如果你遭遇了挫折，请务必一蹶不振。你要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全世界都欠你的。你要抱怨，要愤怒，唯独不要从失败中学习。只要你一直沉浸在受害者心态里，你就永远爬不起来。第三，切断你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你要坚信自己什么都懂。古人的智慧都是垃圾，书本都是废纸，一定要亲自去撞得头破血流才肯回头。牛顿说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要坚持站在阴沟里。第四，当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时，请痛苦地嫉妒那些过得比你好的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嫉妒的危害了，但如果你想痛苦，它是最好的催化剂。第五，如果你想在财务上毁灭自己，那就去负债，不管是信用卡债还是高利贷，只要能让你消费超过你的收入，就去借，让复利成为你的敌人，而不是朋友。如果你能严格避开上面这些蠢事，你几乎注定会过得不错。这听起来太简单了，以至于只有聪明人才能领悟。在人际关系和商业上，我有一个3个不原则，用来过滤掉那些会给我带来麻烦的人和事。一是不负债，尤其是消费贷，它给你带上镣铐，让你在危机来临时毫无还手之力。负债让你变成奴隶，现金才能让你自由。二是不搞戏剧化，那些总是制造混乱、情绪不稳定、喜欢撕破脸的人，无论是伴侣还是合伙人，都要躲得远远的。哪怕他们再有才华，也不值得你搭上自己的平静生活。把他们从你的生活中踢出去，就像切除肿瘤一样坚决。三是不和蠢人来往。这里的蠢不是指智商低，而是指缺乏诚信、缺乏理性、道德败坏的人。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和巴菲特之所以能合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红过脸，不是因为我们脾气好，而是因为我们在筛选伙伴时极其苛刻。我们只和那些我们喜欢、信任、敬佩的人做生意。人生太短，不该浪费在不靠谱或奸诈的人身上。宁可错过一笔生意，也别和能害你的人合作。很多人没意识到，忽视这条原则会带来多大的痛苦。他们取错了人，和骗子合伙做生意，把钱借给永远不还的朋友。其实，只要你敢说不，这些都能避免财富。不只是账面上的数字，更是摆脱无谓痛苦的自由。去掉债务、戏剧和蠢人，你就已经领先世界上90%的人。人们总喜欢把我和沃伦·巴菲特的合作浪漫化，好像我们是2个天才坐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谋划着各种复杂的金融模型，创造出投资奇迹，胡说八道。那是电影里的情节，不是现实。事实其实简单得多，也朴素得多。我们脾气相投，我们避免愚蠢，我们有耐心，就这么简单，没有魔法。我们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我从没担心沃伦会背着我搞小动作，他也从没担心我会卷钱跑路。
光是这一点就让我们领先了大多数商业伙伴关系。这种信任不是签个合同就能带来的，它是通过几十年的行为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充满律师和合规官的世界里，我们的一句话，一个握手，就比几百页的法律文件还管用。这种无摩擦的合作效率高得惊人。我们还有共同的理性偏好，我们从不随大流，觉得某件事愚蠢，我们就直说，遇到不懂的东西，我们就放弃。我们不会为了面子去硬撑，也不会为了迎合华尔街的预期去编造故事。还有一点，我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这形成了互补。沃伦喜欢钻研细节，他能连续看年报12个小时，乐此不疲，他像个显微镜。而我更关注大局，比如市场心理、人类误判的模型、历史的规律，我像个望远镜。这种差异让我们更强，我弱的地方他强，他弱的地方我补。当然，事情也不是总一帆风顺，我们也犯过错。有些烂公司我们持有的太久，我们低估了科技改变行业的速度，也错过了一些能让我们更富的机会，比如谷歌和亚马逊，我们都看走眼了。但关键是，完美不是必须的。我们之所以能犯错还能活得很好，是因为我们的基础够稳。理性、耐心、信任，这3样就是我们的安全网。他们让复利为我们工作了几十年。很多人以为合作关系失败是因为策略问题，其实绝大多数时候人失败是因为性格问题，贪婪、自负、背叛。合伙人之间为了谁多拿一点钱而争吵，为了谁该承担责任而推诿。我们有个规矩，别为碎银子打架。如果有钱上的争执，那就让对方占便宜。你没听错，让对方占便宜。如果你真的想维持一段长期的关系，你就要大度一点。这样一来，小矛盾就不会变成大问题。在大多数合作关系里，这样的做法很少见，大家都怕吃亏。但如果你把眼光放长远，你会发现，维持一个高质量的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回报，远远超过你一时让出的那点利益。当然，运气也有作用。我和巴菲特能遇到彼此，是因为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带着对的心态。我们不能假装这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但道理其实很简单，找那些价值观相同的人合作，而不是只看目标是否一致。目标会变，价值不会。如果你有信任、理性和耐心，你不需要多聪明。但如果你缺少这些，再聪明也没用。这就是我和巴菲特之间，以及我们和那些失败者之间真正的分界线。最后，我想说几句心里话。很多人以为变富靠的是某种秘密配方，一个技巧，一只神奇的股票，或者某个通往财富的隐藏门。错了，真相其实简单得多，也无聊得多。变富主要靠别犯蠢，然后让复利替你干重活。只要你能持续存钱，把钱投进有生产力的资产里，少负债，不作死，最后你一定会变富。不是马上，也不是轰轰烈烈，但一定会的。这就像种树一样，你种下一颗种子，只要不把它挖出来，只要给它阳光和雨水，它终究会长成大树。这听起来一点也不刺激，所以大多数人不爱听。他们想要的是戏剧感，是一夜暴富的传奇。可那些故事最后往往都在破产法庭收尾。现实是，复利又慢又无聊又无法阻挡。它就像看油漆干，只不过30年后那层油漆变成了真金白银。问题在于，很少有人能忍受几十年的无聊，大多数人总是忍不住折腾。市场跌了就慌，
涨了就贪，追热点，赌时机，最后反而害了自己。真正让人变富的不是聪明，而是耐心。而耐心在这个急躁的时代比聪明稀有多了。很多人问我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我总是说，花的比赚的少，投资你能看懂的生意，做人要正直，别去嫉妒，别去怨恨，每天睡觉前比醒来时更聪明一点点，然后让复利去干活，他们通常会失望，因为这听起来太普通，不够神秘，不够像大师说的话。但那些花哨的办法通通都不长久，只有这些朴素的道理经过了千百年的检验依然有效。说实话，我从没打算成为亿万富翁，我只是比大多数人更久地保持了理性。市场难看的时候我不退，别人疯狂的时候我不贪，我只是一直在慢慢垒砖。真相其实挺出乎意料的，变富不靠速度，而靠活得久。你撑得越久，复利的威力就越惊人。大多数人之所以富不起来，原因都一样，坐不住，非要找刺激，非得显得比别人聪明。结果市场总会狠狠教他们做人。所以如果你真想变富，别问最快的方法是什么，要问最稳的方法是什么，然后老老实实坚持下去。这就是没人想听，但唯一有用的真相。我是查理芒格，希望这番话能让你们稍微清醒一点。祝你们好运，更重要的是祝你们理性。